前两期视频，我们把吉利银河 L7带到了地表温度超过65度的火焰山，进行了极限性能安全测试。之后呢，又进行了极限毁车，对它进行了碰撞测试，结果它都扛下来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吉利银河 L7拆车揭秘，看看它到底为什么如此抗虐呢？银河 L7呢是基于吉利 ECMA 架构下面打造过来的。先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部分啊，就是前后防撞梁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先给个结论，这吉利是真舍得给啊！前防撞梁部分呢，这个是镁铝合金的材料，怎么看怎么舒服。然后它是日字形的结构设计，主要就是提升强度。长度呢，我们测量了1366毫米，覆盖率达到了71.7%，覆盖率是比较高的。当然了，覆盖率高的车型呢，咱们也确实见到过，但是这5.1毫米的厚度确实少见，一般会在豪华车上呢才会出现。两边的吸能盒也毫不吝啬，同样是铝合金的，长度达到了290毫米。吸能盒越长，那你发生碰撞的时候呢，溃缩吸能的空间呢可能越大一些，那就能吸收到更多的冲击力。另外呢，还有几个小细节设计呢，也值得考究啊。就是吸能盒是通过4个螺栓和前纵梁来进行连接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单独的拆卸维修，大大降低了维修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维修难度。再说另外一个细节点啊，就是它的前防撞梁部分呢和水箱距离是达到了100毫米的。那如果这个距离短了，就是发生碰撞事故的时候，一旦防撞梁发生了溃缩的话，有可能会伤到水箱了。那距离越远肯定是越安全。其实能够做到100毫米的安全距离的话是很少见的，这说明了什么？工程师在做前部机舱结构设计啊，还有安全考量上确实是花了心思了。另外呢，有更长的距离呢，也给这台车留出了空间做导风的设计，毕竟是有发动机的，这个呢也很重要。后防撞梁咱们来看一下，也是有一些小惊喜的，用了工字形的结构钢板，还是高强度钢，并不是那种手一拉就能弯的那种，你们懂的。其实大部分同级车的后防撞梁呢，也就给个单层冲压的钢板，那很少会有车在后防撞梁去更多的花一些心思啊，更别说去做一个工字形的结构了。那这个结构的强度呢，肯定是更高了，厚度是达到了1.08毫米，长度是1152毫米，后防撞梁的覆盖率呢也达到了60.5%啊，同样属于非常优秀的水准了。吸能盒呢也没省下，同样是螺栓固定。你要知道，银河 L7这车的价格呢，终端差不多就11万多到16万多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价位给到这样的用料结构设计，我只能说厚道实在。目前来看的话，偷工减料这事呢，看来吉利是干不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底盘啊。首先是电池安全这一块，因为第一期内容呢，我们就做了非常暴力的，而且史无前例的挂底测试。时速50公里每小时呢，直接撞击大石头，车都飞起来了。结果底盘呢啥事都没有为什么这么造？也没有出现大家想象中的起火自燃，甚至连烟都没有冒了。当我们把底盘抬起来的时候，简直惊呆了，电池包上面居然连一点刮蹭的痕迹都没有，你敢信啊？拆解的时候呢，我们找到了几个关键点啊。首先就是电池包前方呢设计了一条特别的横梁，而且强度非常高。当撞击大石头的时候，会首先直接撞到防护的横梁上面，结果就是这一条横梁承受了这一切，发生形变。就算车子呢被石头给撞得飞起来了，也没法伤到电池包分毫。而且很细心的是，电池包的这些接口啊、端子这些东西呢，全部都用钢板给包覆起来了。这个呢，在同级别车里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其他的车呢，其实大部分的做法，要么就是完全裸露了，那要么就是塑料件给覆盖掉。银河 L7直接上钢板，值得表扬。第二点就是电池包的位置设计的很合理啊，整个电池包几乎是嵌入到车身里面的，比车身的边梁还要靠上一些，它并不是最低点，那就更不容易刮到电池包了。那除了整车的结构和电池包的布置设计之外，我们再说回电池包本身银河电混电池包用的就是铝合金的田字形的结构，好处大家都应该知道啊，就是强度高，重量轻，碰撞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吸能。整个电池包的框架呢都是这种非常厚的铝合金的材料，强度够高。在内部电池包边框和电芯之间呢，差不多还有
两指的距离。也就是说，就算我这个电池包的框架发生挤压形变了，那也有这么远的距离给你去溃缩。除此之外呢，电池包的下护板有1.5毫米的高强度钢，再加上防腐涂层，那如果真拖地呢，也能够起到不错的保护作用。电池冷却方面呢，也值得一提啊。银河 L7用的就是液冷方案，用冷却液去冷却电池。来看见没？冷却液的进出水口就在这里了。液冷的好处呢是有很多，比如它的冷却会更加均衡、更高效，而且温度可控的精度呢是更高一些了。那这个我们在火焰山做高温测试的时候就做了验证性实验了。极端高温下面呢，还能够保证正常的充放电，电池性能不衰减。那温控系统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液冷也要更安全一些。我们在电池包上还发现了这么个小东西，它叫什么呢？它就是电池包的防爆阀。它能够防止任何外界的气体、液体呢进入到电池包。但更重要的是，一旦电池真出现问题，比如碰撞之后，内部迅速产生巨大压力的时候，它能以更高的速度泄压，把电池包的压力给迅速的释放出来，防止发生自燃啊或者爆炸事件。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悬挂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银河 L7的悬挂呢就是主流的前麦弗逊加后4连杆的结构，前后悬挂的仰角呢都是非常粗壮的铝合金材料，降低簧下质量。那前下摆臂呢是双层冲压的铸铁件，后悬挂呢是异形的4连杆，前后都用上了全矿石的副刹架，而且很粗壮啊，这一点呢给到好评，能够大大提升车辆底盘的刚性，让车子的操控呢也要变得更好一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细节点。第一个就是隔热做得非常好，从发动机舱到排气的前中后段，全部都是这种，铝的隔热瓦给覆盖了，而且覆盖的面积非常非常大。第二点呢，就是树脂油箱，这个呢相比传统的铁油箱来说的话，安全性会做得更好一些。在其他方面呢，整个底盘的平整度表现是 OK 的。那银河 L7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3档混动变速箱，还有双电机。那动力总成部分呢，咱们今天不做重点拆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白车身。被16吨重的铲车硬碰硬的撞击，车身被撞飞好几米的情况下，你们觉得银河 L7它的车身表现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拆解过后的白车身啊。撞击之后能看到在 B 柱这些地方，还有下方呢会有一些机能溃缩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这台车的 B 柱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弯折，没有轻重承压舱，也没有出现那种断裂的情况。在其他地方，像车顶的上方这个位置，还包括 C 柱位置呢，也有一些的溃缩和形变。除此之外，这台车它内部的白车身整个框架几乎没有出现任何的形变。所以我也没想到啊，就是银河 L7它的车身强度能够做到这么强，去抵抗这么大的冲击力。另外呢，我再跟大家分享几个小的知识点。其实我们在之前说到了它的前后防撞梁啊，它的吸能盒啊，包括它整个发动机舱，在碰撞事故当中呢，都是要参与吸能的，对吧？是用于减轻它的冲击力的。但是作为白车身成员舱部分，尤其是 A 柱啊、B 柱啊、上下边梁这些部分，你的强度一定要足够的高，因为这个是在发生事故中保障乘客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环。那银河 L7怎么做了？它的 A 柱啊、B 柱，还有上下边梁这些位置用的都是超高强度钢，而且我刚说到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点啊，它们并不是采用传统的焊接工艺拼接的，而是通过一体冲压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一块它是一个一体式的门环设计。那好处有哪些呢？就是相比传统的焊接工艺的话，一体式冲压它的重量更轻，它的强度更高一些。取消了焊点之后呢，它的整体的强度提高了10%。所以当我们用16吨的铲车去冲击它的时候，它才能有足够高的强度去抵抗这么大的冲击力，并且你的车门是可以正常打开的。当然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设计呢，其实在正面冲击的时候，优势会更明显一些。另外呢，吉利银河 L7在车身的结构设计上还是有一些亮点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比如这一台车，它的底部是采用了4横4纵的设计，那为的就是加强它的底盘结构的强度，同时也对电池包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再比如吉利银河 L7 ECMA 架构下面所独有的3叶草泄力路径设计，这个设计是非常巧妙的。当你发生前碰撞的时候，它的力会通过前面2个纵梁，然后分3条路径传递到车内。
更多的传递路径呢，能够更大程度上去吸能，能够更大程度上去减轻对成员舱的冲击力。这一点设计的非常巧妙了。但是呢，槽点也是有的，就是它的成本相对会高一些，而且你需要用心的去做设计。最后呢，还想跟大家聊了一点，就是银河 L7整台车内的用料这一块，我带大家直接看一下。来，这个是车门板内衬，内衬部分非常大面积的这种白色的原生棉，4个门板都是这样的。然后包括在中控台这里，我们拆开之后都比较的惊讶，看见没？全部都是这种白色的原生棉作为隔音棉材料去使用的。地垫用的是这种发泡棉的材质，而且在车身外部的轮拱这一块，外侧的轮拱罩同样大面积的原生棉作为一个隔音棉，内侧白车身轮拱位置，这个也是特别厚的隔音棉。另外我们在拆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一个小的亮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些隔音棉它都采用的是免胶水的柔焊工艺，没有胶水的，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从源头上去减少甲醛。除此之外呢，这台车包括它的方向盘呢，也用的是无菌材料。另外呢，后排座椅也有讲究啊，座椅靠背用的都是高强度钢板覆盖的，这个就是避免交通事故中呢有尖锐的物体去贯穿座椅靠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安全设计。所以在用料这一块的话，吉利真的是把沃尔沃的精髓给学到家了。这个强烈建议其他某些车企呢要好好的看一看，好好的学一学，不要在大家看不见的又关乎消费者生命健康的这些地方去偷工减料、偷奸耍滑。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做一个总结。其实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吉利银河 L7在整个车身的结构设计、车身的强度、用料，以及在电池安全方面做的确实是足够优秀的，同时也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啊。但还是那句话，安全才是一辆车最大的豪华。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车企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车身安全上面，尤其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型。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我是刘康，你们还想看哪些车的拆车揭秘？告诉我。